上周四，香港政府宣布撤辣，对许多没有永居身份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成交价减少了30%。金管局同步宣布放宽按揭成数和取消压力测试，3000万以下的房子只需3成首付。积压的需求喷涌而出，日光盘再现。几年前，我考察过大量楼盘，写过一些香港房地产的文章，找我咨询买房的朋友也多了起来。新成交里有不少我熟悉的楼盘，比如紧挨着我家的何文田地铁站新盘余一，以3300万港币成交了一套实用960尺的一手房。考虑到汇率和面积计算的不同，折合内地每平米25万人民币。香港大学附近的大学阁一套1515尺的4房，以6450万港币成交，折合内地每平米32万人民币，价格比高点回落了20%。我以前居住在香港大学边上的学士台，现在的成交价和高点相比都没有什么变化，可见 location 真的是王道。内地自媒体喜欢传播香港楼市成交亏损个案，嘲讽香港不行了，但现实是香港的楼价仍然让99%的人高攀不起。对于想买房的人，我提醒大家注意4点：第一，未来3到4年一手房潜在供应量接近11万套，远高于过去平均的9万多套。今年成交会显著上升，跟过去持平，但房价不会快速反弹。这11万套分布非常不均匀，港岛和九龙市区的新房供应仍然有限。我帮朋友在港岛找到位置好的新盘和次新盘都非常不容易。第二，大家在香港买房一定要注意房子的位置和朝向。香港的夕阳很美，但潮汐的房子下午会变得像个蒸笼。海景房虽然很美，但潮湿会让你家的墙壁和衣物快速起霉。买得起山顶的豪宅，要做好每年2到3个月被云山雾罩的心理准备。第三，在香港读名校并不要求购买学区房，只要租住在区内，就有同等的入读名校的机会，这点特别友好。第四，买房时一定要问清楚物业管理费。大屋苑人多嘈杂，但物业费平摊后相对合理；小屋苑幽静，但物业费年年涨。我现在每个月要交7000元物业管理费。说香港成也地产，败也地产，真是一点也不夸张。